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外电报道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法国毕竟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大国，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仅次于美国。虽然马克龙政府一度采取了倒向美国的政策，但是在美国霸权主义和乌克兰战争的现实面前，法国还是要考虑它的自身利益。外电报道推测，马克龙访华是为了讨论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问题。中国提出了关于乌克兰和平问题的12点方案以后，美国和欧盟都公开表示，这个方案只对俄罗斯有利。马克龙愿意访华并讨论中国的和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法国与中国关于乌克兰问题有一定的共识。马克龙在解释访华动机的时候表示，中国参与和平努力是一件好事，中国必须帮助我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使其永远不会使用化学武器或者是核武器。马克龙访华的风声早就已经放出来了。2022年11月份，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的前后，欧洲就在讨论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有关问题。到了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马克龙表示，他将在2023年初的某个时候访问中国。那时中国还没有提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12点方案，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马克龙是用乌克兰和平作为一个引子，到中国来讨论更深层次的中法关系。而这1个月的时间，就留给两国的外交和相关的部门讨论可能要签署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对于马克龙来说法国内部的问题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乌克兰问题。根据外电的报道，法国经济大概已经停滞了10年的时间，人民生活和政府的收入都不能改善。随着物价的上涨，普通法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下降。10年间，法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是一个一个的失去竞争力，传统的强项汽车产业也江河日下。如何重振法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是马克龙最沉重的执政压力。社会动荡对法国来说并不陌生。仅仅在马克龙执政期间，法国就先后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示威抗议运动。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同时，巴黎的街头聚集了大量的民众，抗议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抗议延长退休年龄。深究这些社会动荡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因此通过对外经贸合作，给法国的农业、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等等行业找到市场和出口，是马克龙政府的必然的选择。传统上俄罗斯是法国的一个大市场，但是随着美国发起的对俄极限制裁，法国失去了这个市场。眼下，美国正在逐步的收紧对中国的经济绞索，试图把中国从全球经济大合作中踢出去。美国正在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要对中国也发起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制裁。如果再任由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蔓延下去，失去了俄罗斯市场，再失去中国市场，法国以及不少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得完蛋。中国和法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接近了1000亿美元的规模，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损失不起的市场。进入2023年中国已经先后接待了菲律宾、伊朗等多个国家的元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在北京访问。这些国家元首来到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会和中国签署一揽子战略合作协议。这样的协议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技术工作，最后才能有元首正式签署。马克龙给自己的访问留出了1个月的提前量，说明有关协议已经基本成型，正处在最后的完善和审查阶段。所以我们可以期待马克龙访华会有丰硕的成果。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